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开启其对朝鲜的旋风式访问。朝方安排正式、非正式会晤、检阅仪仗队、观看音乐会、向苏联红军烈士献花等多项活动。而外界最关注的是，俄朝在此访期间确定提升双边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有怎样进一步的合作？普京此访的时间点又有何特殊性？来看详细分析。 当地时间19号凌晨20许，普京搭乘的专机飞抵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带停机坪迎接，二人一见面便握手拥抱，并立即开始交流。朝中社引述金正恩的话称：“很高兴时隔270多天在平壤再见到普京。”普京则感谢金正恩亲自迎接。 现场气氛十分热络，一位身着朝鲜传统民族服饰的女士向普京献花，朝鲜3军仪仗队夹道欢迎。随后，两人一同前往锦绣山迎宾馆。深圳卫视注意到，一般外事活动，领导人都分别乘车前往目的地。而据俄媒介绍，普京当时主动邀请金正恩乘坐自己的总统座驾阿鲁斯同车前往。这既说明两人关系的亲密性，也显示双方希望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面对面接触。 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二人同乘的是阿鲁斯元老院，这是普京今年3月胜选连任后，阿鲁斯同步推出的新款元首车。而在普京旅行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中，这辆元老院也随他一同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朝鲜新闻画面显示，平壤主干道两旁悬挂俄罗斯国旗以及普京的肖像。朝鲜最高建筑平壤柳京饭店的外墙电子幕打出“欢迎普京”的字样。朝中社在报道中写道，普京与金正恩在乘车途中敞怀叙旧，深入交换意见，表示要以这次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说去年9月普京与金正恩在俄罗斯远东东方航天发射场的会晤为双方关系打下了基础，那么这次会晤将展现双方关系已经取得的显著进展。 普京在这个时候访问朝鲜呢，时机选得非常重要。当然，一个呢是作为对金正恩的回访，还有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呢还在俄乌冲突处于焦灼状态，遭到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是遭到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朝鲜呢又是遭到西方制裁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啊。在另外呢，现在世界上面临这个大变局，正在重塑国际格局。 在俄朝首脑正式会谈前，朝方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现场奏响了俄罗斯和朝鲜的国歌。普京和金正恩检阅了朝鲜3军仪仗队，随后两人共乘一辆敞篷轿车在广场上行驶。与此同时，气球升空，鸣响礼炮，朝鲜群众热烈地挥舞着国旗与鲜花。 欢迎仪式结束后，俄朝领导人率代表团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大范围会谈。普京在会谈开始时，首先表示，俄罗斯赞赏朝鲜对俄罗斯政策提供的支持，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正在与美国几十年来强加的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金正恩则表示，俄罗斯在维护世界战略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朝鲜全力支持进行特别军事行动。 Сегодня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новый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ляжет в основу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朝鲜打算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并将无条件地支持俄罗斯的所有政策。据报道，此次双方会谈持续时间超过1个半小时。 此外，多家媒体还注意到，普京的随行代表团构成丰富，显示俄朝将会开展全方位合作。 代表团成员包括俄罗斯联邦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以及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卫生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同时包括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和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别罗泽罗夫在内的俄罗斯大型公司的代表也一同参加。 而朝鲜方面则包括朝鲜内阁总理金德训、外务相崔善基、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天、党组织书记赵永元、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金城南和外务省负责俄罗斯事务副相任天一等。
大范围会谈后，金正恩随即与普京举行单独会谈，双方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现场仅留下翻译陪同。俄媒称，面对面交谈了约2个小时，远超此前双方预计的1个小时。而在多轮深入的交流之后，普京和金正恩现场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双方都表示，条约是突破性文件，有利于两国合作提升至新水平，其中就包括任何一方受到他国侵略时要相互进行援助。Подписанный сегодня договор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普京提醒大家注意，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提供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远程行动高精准武器系统、F-16飞机以及其他类似的武器和设备的声明。他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严重违反了西方国家在不同国际义务框架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深圳卫视注意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就部署远程武器与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进行讨论。他补充说，讨论的是实质性的解决安全局势问题，而不仅是交换评估意见。虽然里亚布科夫没有透露是哪些国家，但他说，俄罗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都有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美国和盟友担心俄朝进一步加深防务合作，包括向朝鲜的导弹与核计划提供协助。韩联社也在报道中指，俄朝签署新条约可能涵盖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同盟关系的内容。朝鲜是世界上非常少的几个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行动的国家之一。在这之后呢，有各种说法，就是双方这个军事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很需要的那些常规武器，大炮啊、坦克、装甲车啊、炮弹呢，两个国家呢有很强的合作愿望，也有很多的合作领域。另外，朝鲜呢，除了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导弹技术以外呢，还希望得到俄罗斯的那个军工技术。除安全议题外，两国还签署了一揽子文件，包括有关修建横跨图们江边境公路桥的政府间协议。上月普京访华时，中俄签署的上万字联合声明就包括同朝鲜就中国船只经图们江下游出海航行事宜开展建设性对话。观察指，仅1个月后，俄朝就签署有关协议，说明三方的积极与务实。此外，俄朝还同意在农业和文化领域开展合作。普京特别提到，马林斯基剧院滨海分院的芭蕾舞团赴朝巡演取得巨大成功，而俄朝也正推进旅游领域合作。普京称，俄罗斯首批旅游团已经准备前往朝鲜海滨度假胜地。谈及目前金额并不算大的俄朝贸易，普京表示，两国经贸协作前景良好。会谈后，双方共同参加了向解放朝鲜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悼念2战期间为帮助解放朝鲜而牺牲的苏联士兵。两人还共同出席大型音乐会和国宴。时隔24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访问朝鲜。请问石先生，普京这次访问朝鲜对于俄朝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普京这次访问朝鲜，既是对去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回访，也是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对朝鲜的首次出访，更是时隔24年之后再次访问朝鲜。为什么要列这一串呢？因为这表明俄罗斯对朝鲜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以俄乌冲突为分水岭，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虽然和朝鲜有传统友谊，但说实话，俄罗斯对朝鲜的重视程度呢不高。从这样几个情况呢就能看出来，俄罗斯一方面和朝鲜保持着传统关系，但和韩国的关系也不错。例如，俄罗斯国内有大量的韩国产品，三星手机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一度达到33.2%。韩国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更是将俄罗斯作为重要市场。俄韩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是不断加强，俄罗斯则向韩国提供了不少敏感技术和帮助，例如韩国的 KM、SAM 防空导弹、罗朗号火箭、玄武4弹道导弹等技术都来自俄罗斯。可以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对韩国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要高于朝鲜。
再有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2019年对俄罗斯进行了首次访问，但普京在这之后并未对朝鲜进行回访。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情况完全变了。美国拉着一众小弟对俄罗斯进行前所未有的制裁，韩国自然也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之一啊。这样一来，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在远东方向的战略环境也前所未有的严峻。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远东方向和朝鲜一样，面临来自美日韩的全面围堵。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对朝鲜迅速重视起来，双方有了抱团取暖的共同愿望，而且还十分迫切。于是呢，接下来就有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时隔4年之后，于去年9月对俄罗斯的第2次访问，以及后续俄朝部长级官员密集互动，直至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鲜。现在呢，到访朝鲜的普京已经和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由此可见，普京这次访朝将让俄朝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变得非常密切。普京这次访问朝鲜会和朝鲜方面谈及哪些方面的话题呢？普京对这次访问朝鲜是很重视的，看看陪同普京访问的俄方代表团成员就知道了，很豪华。这就意味着不仅会有普京和金正恩的1对1会晤，还有俄朝双方对应部门负责人之间的互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这将是俄朝双方领导人、高层官员的一次全方位交流，将推动俄朝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在政治领域，普京会向朝鲜领导人通报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但重点还是俄朝双方如何共同应对来自美日韩的战略威胁。经济领域，双方可能会谈的比较多，困扰朝鲜的能源、化肥等问题可能会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帮助而逐步缓解。在粮食方面，俄罗斯也可能会给朝鲜更优惠的条件，而朝鲜呢，则能够给俄罗斯提供较多的劳工，帮助俄罗斯进行远东地区的开发，同时也能为朝鲜赚取一定的发展资金嘛。哪怕是俄罗斯以能源、矿产、粮食等支付朝鲜劳工的报酬，对朝鲜来说也是很宝贵的呀。在军事领域，俄朝双方会有深度合作这也是外界，尤其是美日韩十分关注的领域。俄罗斯军事技术是很强的，能够给朝鲜提供帮助是特别多。从军事装备的出口来讲，朝鲜购买俄罗斯的坦克、战机等等装备应该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但是呢，朝鲜手头拮据可能不会进行批量采购，而且朝鲜这些年很注重军事技术自主化，这也决定了朝鲜不会批量采购所以寻求从俄罗斯获得技术转让或者帮助应该是朝鲜最想要的。如果朝鲜能够在防空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火箭等方面得到俄方技术帮助，那么朝鲜的军事实力将会显著提升。这不仅能让朝鲜更有力地应对美日韩的军事压力，同时也能减轻俄罗斯在远东方向面临的美日韩军事压力。普京访问朝鲜，美国和北约都很关注，并且对此发表了很多的评论。其中，美国对俄朝关系的深化表示担忧，北约秘书长则表示要强化北约的全球化以及北约与亚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您对此怎么看呢？美国和北约的反应毫不令人惊讶，他们是不会反思自身的错误，只会指责别人。美国和北约的逻辑一直就是只准我打击你，你不能还手。近些年，世界动荡的根源就是美国在不断推进其所谓的大国竞争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对抗，对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进行遏制和打压。那么，面对美国和北约的遏制和打压，俄罗斯和朝鲜迅速走近，抱团取暖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说白了，俄朝关系现在迅速密切就是美国和北约逼出来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美国近些年特别热衷于用军事力量对看不顺眼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压，不仅自己上，还将北约作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和打压别国的重要工具。这也就是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主要关注俄朝在军事领域可能进行的合作吧。
而美国和北约对俄朝关系的表态，也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将会对俄朝采取更强硬的对抗措施。所以美国和北约与俄朝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打压与反打压的较量，今后只会变得更加激烈。